我看了一辈子病，摸了一辈子脉，我告诉你们一个真相，这世上 80% 的病，特别是查不出原因的怪病，癌症，根本不是吃出来的，也不是累出来的，而是气出来的。而这个气的源头往往就来自于那个天天睡在你旁边和你同床共枕的人。我不跟你们讲虚的，先讲个我亲手治过的真实案例，你们听听，这像不像你们身边的故事，或者就像是你自己。有个女病人来看诊，50来岁，姓林。这大姐一进门，我就看见她面色发青，印堂悬针纹很深。悬针纹大家都知道吧，就是眉毛中间那道深深的竖纹，这叫苦相，说明她长期眉头紧锁，心里有解不开的结。她来看什么？乳腺癌，已经转移到淋巴了。我一边帮她把脉，一边问她家里的情况。这大姐眼泪哗的就下来了。她说：倪医师，我不甘心我这辈子没做过一件亏心事。她确实是个好女人，老公年轻时做生意赔光了家底，还染上了赌博。她一个人打3份工，替老公还债，还要照顾瘫痪的公公，把2个孩子拉扯大，家里里里外外全是她一个人扛。在这个过程中，她老公非但不感激，还经常喝醉了酒骂她，说她上门星，说看见她就烦。周围所有亲戚朋友都夸她：阿玲啊，你是活菩萨，你这辈子积了大德了。可是结果呢？积了大德的活菩萨50岁得了绝症，而那个吃喝嫖赌的老公红光满面，身体壮得像头牛。他问我：倪医师，老天爷是不是瞎了眼？为什么好人没好报？我看着他心里很难受，但我必须说实话。我说：大姐，老天爷没瞎眼，是你瞎了眼。你以为你在积德，其实你在养虎为患。从中医来讲，你的肝经全是堵的，肝主疏泄，你常年压抑、委屈、愤怒，这些毒气排不出去，全憋在身体里。你老公就是那个源源不断给你制造毒气的人，你天天跟一个毒源生活在一起，哪怕你吃人参鹿茸，这病也治不好。这一段是不是听得背脊发凉？各位，你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夫妻不是2张纸叠在一起，而是2个高速运转的齿轮咬合在一起。如果这2个齿轮大小合适，齿距匹配，那转起来就是顺风顺水，这叫善缘。但如果这2个齿轮，一个是铁做的，一个是泥做的，或者一个想往左转，一个非要往右转，你们硬要卡在一起转，结果是什么？必然是两败俱伤。佛家讲因果，讲业力，这其实就是气场的交换。人是有一个能量场的，晚上睡觉2个人皮肤相亲，如果对方是你的冤亲债主，他身上带着一股阴寒之气、怨恨之气，或者是来讨债的索取之气，你呼吸一口，吸进去的就是他的毒。第2天早上起来，你会觉得浑身乏力、腰酸背痛、头脑昏沉，时间久了，你的阳气就被他吸干了。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夫妻越过越旺，2个人脸上有光，而有的夫妻越过越倒霉，2个人脸上都透着一股死气。你们现在看到了很多所谓的爱情，所谓的一见钟情，在有天眼的人看来，根本不是什么浪漫故事，而是一场讨债行动的开始。有的夫妻是来报恩的，还有多数夫妻是来抱怨、讨债、还债的。那个让你痛苦万分，怎么甩都甩不掉的老公，那个让你操碎了心，怎么做都不满意的老婆，你们以为是这辈子运气不好，遇到了渣男渣女，错，那是你前世欠了他的，也许是你上辈子杀了他也好，骗了他也好，欠了他钱也好，这辈子业力牵引，让他换了一张脸，变成你的枕边人，拿着合法的结婚证，光明正大的来折磨你，来消耗你的福报，直到你把欠他的还清为止。如果你看不透这一点，你就会陷入无止境的抱怨、争吵、痛苦，最后把自己气出一身病，甚至把命搭进去，这就叫死在因果里。所以接下来的内容极其重要，我总结了5种绝对逃不掉的冤孽夫妻，这5种情况，只要你占了一条，你的后半生如果不去化解，那就是在刀尖上打滚。我们来讲第1种，也是最凶险、最惨烈的一种夫妻关系。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一种夫妻，刚认识的时候，那叫一个天雷勾动地火，看一眼就觉得哎呀就是他了，甚至认识还没几天就闪婚，爱得死去活来，恨不得把心都掏给对方。但是结了婚没多久，
那个脸变得比翻书还快。昨天还在喊亲爱的，今天因为一句话不对付，哪怕就是我不小心把杯子放错了地方，或者晚回来半个小时，对方那个火气腾地一下就上来了，那个眼神恨不得把你吃了。吵架的时候摔盘子、砸电视，甚至动刀子，吵完了又后悔，抱着痛哭流涕，发誓下次不敢了。结果呢，过2天照旧。这种夫妻怎么离都离不掉，怎么过又过不好。佛经里给这种关系起名叫杀缘未清。什么意思？听着吓人啊，但这在因果里是很常见的。意思是说，你们上辈子不是普通的路人甲乙，而是有血海深仇，可能前世你伤害过他，甚至杀过他，或者是他杀过你，那个怨气、那个恐惧深深地刻在灵魂里了。那为什么今生会一见钟情呢？这就是业力的狡猾之处。他不给你包上一层糖衣炮弹，你怎么会上钩呢？他必须先让你们产生强烈的性吸引力，把你骗进婚姻这个笼子里，把门焊死，然后再慢慢清算旧账。所以你们之间那种莫名的不安、怀疑，根本不是因为你不自信，而是你的灵魂在颤抖。当你靠近他的时候，你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报警，危险，这个人杀过我，或者危险，这是我的仇人。所以你们根本无法建立真正的信任。我以前有个病患，2口子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一个是大学教授，一个是医生。在外人眼里，这简直是神仙眷侣，说话轻声细语的。但是女方来看病的时候，2只手的脉全是弦脉，绷得像吉他弦一样紧，舌苔黄腻，这就是肝胆湿热，火气大得很。她得的是什么病？严重的甲状腺结节，还有子宫肌瘤。我问她，你家里是不是像战场？她愣了一下，挽起袖子给我看，胳膊上全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她说，尼斯，我们2口子平时好好的，可是一旦吵架就像疯狗一样。昨天晚上就因为我煮汤忘放盐，她直接把一锅热汤扣在桌子上，我气不过，拿椅子把电视砸了。她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看着她发火的样子，我心里就有一种想跟她同归于尽的冲动。你看，这就是典型的杀业未清。那个想同归于尽的念头，不是你现在的念头，是你前世临死前的怨念。从中医的角度怎么看这个事？这种夫妻最伤的是肝和心。中医讲怒伤肝，你们天天处于这种像打仗一样的紧张状态，气机全是乱的，气憋在身体里走不通，就形成气滞血瘀。这股气堵在哪里，哪里就是长东西。堵在脖子就是甲状腺结节，堵在胸口就是乳腺增生、乳腺癌，堵在肚子就是子宫肌瘤。各位女同学，摸摸你们的胸口，痛不痛？那都是气出来的。心藏神，枕边睡个仇人，你的神怎么能安？所以这种人普遍失眠、多梦，半夜容易惊醒，心悸、胸闷，这就是杀气攻心。这种夫妻最容易出现的结局是一方把另一方克死，或者两败俱伤，最后都在医院里躺着。如果你现在的婚姻是这种状态，明知很痛苦，想离离不掉，见面就掐架，那你一定要警惕了，千万不要再去硬碰硬，你越硬他越狠，因为这是在激发前世的杀气。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认怂。这个怂不是窝囊，是智慧。你要知道他在讨债，你把脖子伸过去让他砍，他反而砍不下去了。你要在心里默念，我都还给你，上辈子的债这辈子我还。你心里的杀气一消，对方的火哪怕再大也烧不起来，这就叫釜底抽薪。好，这第一种杀气腾腾的夫妻讲完了。现在我们要讲的这2种更折磨人，叫情债未还。这种夫妻关系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极度不对等，一方是拼了命的付出，做饭、洗衣、带孩子、照顾老人，恨不得把心掏出来剁碎了喂给对方吃，而另一方呢，冷漠的像块石头，理所当然的接受，连一句谢谢都没有。哪怕你病了躺在床上哼哼，他可能连杯水都不倒，还嫌你吵。你说你图什么？周围朋友都劝你离了吧，这日子怎么过？你哭着说我不甘心，我对他这么好，他总有一天会被感动的。你错了，你感动天，感动地，唯独感动不了他。为什么？
因为你是来还债的。佛家讲情债未还，痴心不死。这种关系里，那个拼命付出、卑微到尘埃里的人，上辈子大多是个负心汉或者薄情女。我也许可以大胆推测一下你们的前世，上辈子他对你一往情深，为你付出了一切，结果你把他抛弃了，或者你背叛了他，让他带着满腔的怨恨和遗憾离开了人世。所以这辈子角色互换了，老天爷为了公平，让他变得冷酷无情，让你变得痴情绝对。你现在流的每一滴眼泪都是当初他流过的，你现在受的每一分冷落都是当初他受过的。这就是能量守恒。你说我也没做坏事啊，是，你这辈子是没做，但因果是算总账的。你觉得委屈，觉得不公平，那是因为你喝了孟婆汤，忘了自己当初欠人家多少。我有个病人是个典型的传统家庭主妇，那手巧的做的菜比饭店还好，家里地板擦了能照镜子。她老公是个小领导，每天回家就像住旅馆，衣服脱了往地上一扔，脚一翘就开始看电视。这大姐把洗脚水端到她面前，她都嫌水烫。最可气的是什么？她在家里累死累活，老公在外面有了外遇。她来找我看病的时候，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面色苍白无华。她说，尼斯，我知道他在外面有人，但我离不开他，我只要看见他回家，我心里就踏实。我看他的脉，寸脉极弱，几乎摸不到，寸脉主心胸这意味着他的心气已经快要耗干了。我直接骂他，你这哪是爱啊，你这是在自杀。你把你自己的血肉熬成油去点这一盏，根本不想亮灯。这种单向奔赴的婚姻在中医上最伤心和脾。心气虚耗，中医讲心主血脉，心藏神。你天天操心伤心，你的心血就在不断的暗耗，所以这种人往往脸色苍白，容易心悸心慌，稍微动一下就喘不上气，而且大多手脚冰凉，因为阳气都用来暖那个石头人了，自己不够用了。思虑伤脾，你天天琢磨他为什么不理我，他是不是不爱我了，这就叫思虑过度。思伤脾，脾胃一坏，气血生化无源，所以这种人怎么吃都胖不起来，要么就是虚胖，胃口差，消化不良。这种病吃药只能治标，真正的药方只有6个字，再还完，赶紧滚。你要明白，你现在的付出不是因为你爱他，而是因为你在赎罪。既然是赎罪，那你就别求回报。你扫地你就当是在修福，你做饭你就当是在供养，不要指望那块石头会说话。等你心里的那份亏欠感没有了，你会发现某天早上醒来，你突然就不爱他了，看开了，那个时候才是你真正解脱的时候。记住我的话，这辈子欠的情还清了就两清，千万别再发愿说下辈子还要照顾你，那你就真的要生生世世当保姆了。好，前面2种，一个是杀气腾腾，一个是冷若冰霜，这第3种叫错位轮回，听起来没那么吓人，但过起来也是别扭得很。这种夫妻外人看着也没啥大矛盾，日子过得4平8稳，但只有关起门来，当事人才知道心里那种说不出的苦。这哪里是找了个老公老婆，分明是给自己找了个爹，或者养了个儿子。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看着家里那个人，你对他虽然有感情，但那种感情不像是夫妻间的爱，没有激情，没有心跳，甚至连牵个手都觉得尴尬。相反，你对他更像是一种责任，或者是敬畏。第一种情况，女人特别强势，特别能干，家里大事小情全是她拿主意。老公呢，像个没长大的孩子，工资一交万事不管，甚至还得老婆哄着吃饭，帮着穿衣，这叫期待母职。第二种情况，男人管得特别宽，大男子主义极重，把老婆当女儿养，但也当犯人管，这叫夫代父职。这2种日子过久了，就会出现一个致命的问题，无性婚姻。为什么？因为乱伦嘛。当然我说的不是法律上的乱伦，是潜意识里的乱伦。你的潜意识告诉你他是你儿子，或者他是你爹，你怎么可能对他产生夫妻之间的那种欲望？佛法里把这个叫亲属转缘。什么意思？就是你们上辈子确实是亲戚，可能上辈子他是你爹，特别疼你，还没疼够就走了，这一辈子业力牵引，他成了你老公。
所以他对你那种好是长辈对晚辈的宠溺，不是平等的爱。或者上辈子你是个操心的妈，他是你那个不成器的儿子，这辈子你变成老婆，还要继续跟在他屁股后面收拾烂摊子，缘分没断干净，换个身份继续演。所以你们之间永远缺一种东西，灵魂的平等碰撞。这种夫妻走到最后往往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以前治过一个女强人，做企业的，雷厉风行。她老公呢是个典型的软饭男，在家写写画画，也不挣钱，还得靠老婆养。这女人一进诊室，我就看见她颧骨红赤，声音嘶哑，这是典型的阴虚火旺。她跟我抱怨，尼斯，我太累了，我在外面打仗，回家还得伺候那个大爷，他连灯泡坏了都要等我回来换，我就感觉我养了个大儿子，一点依靠都没有。我给他把脉，发现他肾阳极虚，但肝火极旺，这是为什么？因为他违背了天道。易经讲，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人属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男人就该刚强承担。女人属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女人就该柔顺包容。这不是歧视女性，这是讲能量的属性。刚才那个女病人，她在家里扮演了钱的角色，也就是男人的角色，她必须强行调动自己的阳气去支撑这个家。而她老公呢，处在坤位，阴柔无力，这叫阴阳反背。结果是什么？女人男性化，女人过度消耗阳气，就会长胡须，声音变粗，脾气暴躁。身体为了维持这种高强度的阳，就会透支肾精，导致卵巢早衰，更年期提前，子宫肌瘤。男人女性化，男人长期不动阳气，阳气就萎缩了。这种男人往往性功能障碍，前列腺出问题，而且性格越来越古怪、琐碎、爱唠叨。如果你发现你们是这种错位的夫妻，我有2句话送给你。第一，别强求激情，既然是亲人缘，那就按亲人过，别整天想着浪漫激情，那也不是你们的剧本。把他当亲人照顾，尽到责任，心也就平了。第二，各归其位，女同学适当还要学会示弱，哪怕你能扛煤气罐，回家也得装作拧不开瓶盖，你得把那个位置空出来，逼着那个男人站上去。风水轮流转，你总站着阳位，他永远是阴。现在这错位的夫妻讲完了，这还算是文明的，起码不流血。接下来讲的这4种仇敌相见，那是真的要命。哪怕在外人面前装得再像个人样，一回到家，哪怕就是因为一只袜子没放对地方，或者菜稍微咸了一点点，两个人能立刻从嘴角拌嘴升级到拍桌子、摔碗、砸门，甚至动手动脚，他们的对话永远是带刺的。你就是个废物，你就是个泼妇，每一句话都像刀子一样，专门往对方最痛的地方戳。他们过日子的目的仿佛不是为了幸福，而是为了战胜对方。谁先低头，谁就是孙子，谁声音大，谁就有理。这种日子不是过1天2天，是一过就是几十年，这就叫冤家。佛法里管这个叫仇缘。什么意思？就是你们上辈子肯定干过仗，也许是战场上的敌对双方，也许是商场上的死对头，甚至是互相陷害过的仇人。那股子恨意没消，这辈子冤家路窄，又碰上了。最可怕的是什么？是因为业力的吸引。你们刚开始还觉得对方特有个性，特有味道，那个味道就是火药味。你以为那是激情的火花，其实那是导火索。你们结合的目的，潜意识里就是为了征服对方，把上辈子没打完的架接着打完。我印象特别深，有一对老夫妻，60多岁了，老头子是被急救车拉走的，脑溢血，当场就在饭桌上倒下了。怎么回事呢？就为了个遥控器，老头想看新闻，老太太想看连续剧，就这么点屁事。老太太嘴毒，骂了一句：你个老不死的，看什么新闻？你也快成新闻了。老头子气性大，脸涨得像猪肝一样，指着老太太：你话没说完，扑通一声栽倒了。后来老太太来找我调理身体，她血压也高达190，整个人面红目赤，舌头红得像草莓一样，上面全是芒刺。她哭着跟我说：尼师，我就是嘴硬，我心里没想让他死啊。我说：你那不是嘴硬，你那是心毒。你们俩这辈子就是在玩谁先气死谁的游戏。恭喜你，
你赢了，你老伴走了，但你看看你自己，你也快了。这种天天吵架的夫妻，在中医看来就是典型的找死。中医讲怒则气上，你一发火，全身的气血就往头上冲。你们看吵架的人，脖子也是粗的，脸也是红的，这股气血冲上去，如果血管弹性不好，嘣的一下破了，这就叫脑溢血。所以 90% 的中风都是气出来的。长期处于愤怒争斗的状态，身体里全是火毒，这个火会烧掉你的津液，让你的血液变得像胶水一样稠，血稠了流不动了，就会堵。堵在心脏就是心梗，堵在脑子就是脑梗。各位，你们摸摸自己的脉，如果是跳得又快又硬，像敲鼓一样，那你一定要小心了。对于这种仇敌型夫妻，我的建议非常直接。第一，闭上你的嘴。你要知道，你骂出去的每一句恶毒的话，都是一把回旋镖，最后都会扎回到你自己的身体里，变成高血压，变成肿瘤。为了赢他一句嘴，搭上自己半条命，值得吗？第二，不要试图改变他，他是你的仇人。你见过哪个仇人会被你说服的？唯一的办法是止战。他疯，你不疯；他骂，你走开。你把战场撤了，他一个人对着空气挥拳头，这架就打不起来了。一定要记住，仇恨不能化解，仇恨只有慈悲才能化解。好，这火爆的讲完了，接下来最后一种，也是最让我这个一生感到无力、感到悲凉的一种，叫做命在身重。这种夫妻不吵不闹，甚至恩爱有加，但最后结局却是非常凄惨，这是真正的以命换命。你们身边可能有这样的人，老张和老李两口子一辈子没红过脸。老张瘫痪在床10年，吃喝拉撒全在床上。老李呢，那个耐心啊，每天擦身喂饭抠屎端尿，从不抱怨一句，谁看了都竖大拇指。这就叫真爱，好，这就叫患难见真情。但是你们注意过没有，这种关系走到最后，通常只有2种结局。第一个结局，病人刚走，照顾他的那个人没过几个月也跟着走了。第二个结局，病人刚走，照顾他的那个人突然像变了个人，一滴眼泪都没有，甚至觉得无比轻松。为什么？因为这根本不是普通的夫妻缘分，这是讨命债来了。佛经讲，命债最重，不还不散。这一对夫妻上辈子肯定有人欠了对方一条命，也许是你上辈子失手害死了他，也许是你见死不救，这笔账太大了，用钱还不了，用情还不了，只能用你的生命来还。所以今生他变成了你的丈夫或妻子，前半生可能还好，到了后半生他突然倒下了，他不用刀杀你，他用病来杀你。他躺在那里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无声无息地吸食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金钱，直到吸干你的最后一口气。这叫什么？这叫以命换命。我有位老病号，是个非常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她照顾中风的丈夫整整12年。这12年她没睡过一个整觉，每2个小时就要起来给丈夫翻身。她自己本来身体很好，但这12年下来，腰都弯成90度了，满口的牙齿全掉光了。大家要注意，牙齿是肾之余，牙齿掉光说明她的肾精元气已经被彻底抽干了。丈夫去世那天，儿女们哭得死去活来，但这老太太来找我看病时，却跟我说了一句让我毛骨悚然的话。她面无表情地说，尼斯，她终于走了。我看着她的尸体，我心里竟然一点都不难过。我只想说一句，债还清了，两不相欠。我看她的脉，承系欲绝，那是油尽灯枯之兆。我对她说，老人家，你这条命是硬生生填进去的啊。果然不出3个月，这老太太在睡梦中也走了。这就是轮回终结型夫妻，还完了缘分立刻就断，1秒钟都不多留。这种关系在中医看来是最损元气的。中医讲久病床前无孝子，为什么？因为照顾病人不仅是体力活，更是气场活。病人身上带着极重的病气和死气，你天天和他都在一起，给他擦身喂饭，这种阴寒之气会不断地侵蚀你的阳气。
而在命债关系里，这种侵蚀更加可怕。这就像两根管子连在一起，你是满的，它是空的。他在用一种你看不见的方式强行抽取你的真元来维持他那口残气。所以往往是病人还没死，照顾的那个人先垮了，或者老得特别快。如果你家里正遭遇这种情况，家里有个常年卧床的病人，你是那个照顾者，请你一定要记住我的一句话：慈悲要有度，自保是前提。你不是神，你救不了他的命数。你是来还债的，没错，但还债不等于送命。如果你发现自己身体已经快撑不住了，请立刻找帮手，或者送去专业机构。这不叫不孝，也不叫无情，这叫留得青山在。否则债还没还完，你先把自己搭进去了，那这份孽缘下辈子还得接着演。好，5种夫妻讲完了，是不是觉得心里堵得慌？是不是觉得这婚姻就是个坑？别怕，尼斯，我是医生，只会查病不开方，那是庸医。接下来是今天的重头戏，我把压箱底的保命招教给你们。不管你是哪种冤家，只要照着做，我就能把你从坑里拉上来。对于这些烂桃花、冤孽债，咱们得用巧劲。我给你们开3张方子，1张治环境，1张治身体，1张治人心。第一张方子，风水自救。如果你们已经是仇敌相见，或者杀业未清，见面就掐，身体越来越差，我教你最简单的一招，风水局分房睡，或者分床睡。别跟我说什么分房感情淡，你们的感情早就收了，还怕淡？从中医来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磁场，如果对方是你的克星，他身上的气场对你就是一种辐射。哪怕不能分房，也得弄2张单人床，中间留个过道，气场要断开。晚上睡觉各睡各的觉，互不干扰，这叫保全阳气。西北角前位，这是家里男主人的位置。如果你老公是个没出息的巨婴，你想让他立起来，你就把他赶到西北角的房间去睡，或者在西北角挂一幅万里长城或者高山的画，把他的阳气补起来。西南角坤位，这是女主人的位置。如果你老婆脾气暴躁，像老虎，那是火气太旺，你在西南角放点土制品，比如陶瓷、玉石，土能泻火，让它稳重下来。第2张方子，心法自救。这是我独门的观想止损法，专门对付那些情债未还，天天以泪洗面的傻女人。每天晚上睡觉前，或者当你因为她感到心痛委屈的时候，你闭上眼睛做这个观想，想象你的肚脐有一根管子连着对方的身体，你以前所有的痛苦、委屈、付出都是通过这根管子把你的血输给了他。现在你在脑海里拿出一把金色的剪刀，咔嚓一下把这根管子剪断，然后告诉自己债已还清，输血停止。看着那个管子口愈合，你的能量开始回流到自己身上，你全身发热发光。各位别小看这个，心念是有能量的，你多做几次，你会发现下次他在骂你冷落你，你心里竟然毫无波澜了。这就是收神。第3张方子，经典化解。如果你们之间仇恨太深，或者对方病重拖累你，那你必须借用外力，不要去迷信什么烧纸钱做法事，最管用的是你自己嘴里念出来的声音。地藏菩萨本愿经，这是佛门里的孝经，也是专门化解累世冤亲债主的。但是怎么念有讲究，不要在心里默念，要出声，声音是震动，能打通你身体堵塞的气脉。回向是关键，念完之后千万别只求自己发财，你要说愿以此功德回向给我的丈夫或妻子及其累世冤亲债主，愿我们要么解开冤结，善缘增长，要么缘尽而散，互不纠缠。注意最后那4个字，互不纠缠，这才是我们修行的目的，不是非要强求在一起，而是放过彼此。各位，这3张方子，风水调气，观想收神，诵经还债，这叫海陆空立体作战。你只要坚持做3个月，我保你家里这个气场绝对变样。好了，讲了这么多，最后我还有几句掏心窝子的话想跟你们说说，这才是能不能改命的最终机密。我治了一辈子病，看过无数的绝症，很多病人问我，尼斯，我是不是要搬家？我是不是要改大门？我是不是要买个水晶洞？我告诉你们，福地福人居，福人居福地。如果你这个人心眼小，怨气重，
天天看谁都不顺眼，你就是住进皇宫里，你也得生癌。如果你这个人心胸宽广，慈悲为怀，懂得感恩，你就是住在茅棚里，那里也是风水宝地。这一世的夫妻是你的镜子，你以为那个让你痛苦的老公老婆是魔鬼吗？错，他是你的药。老天爷为什么要安排这么一个人在你身边？是因为你身上有棱角，你心里有执念，他就是那个沙子，专门来打磨你的。他脾气暴，是来磨练你的忍辱；他冷漠，是来磨练你的独立；他无能，是来磨练你的担当。当你有一天看着那个曾经让你恨得牙痒痒的人，心里竟然没有恨，只有怜悯的时候，恭喜你，你的药吃完了，你的病好了。别总想着为什么我这么倒霉，你要想，既然这辈子躲不掉，那我就在他身上修，我看能不能把他这块顽石点头，看能不能把我这颗心修得八风不动。当你发了这个利他的大愿，你身上的气场瞬间就变了，你的阳气会升起来，你的正气会护体，那些所谓的冤亲债主，要么被你感化，要么自然离开，绝对伤不到你分毫。记住我的一句话，心若向阳，无畏悲伤；心若慈悲，无畏冤敌。现在我要给你们布置最后一个作业，请你们在评论区把你心里的那口怨气吐出来，然后发一个善愿。语言是有能量的，文字是有咒力的。当几千几万人在评论区一起发愿的时候，那个磁场能撼动天地。请在评论区留下这句话，愿我看清因果，看淡得失，夫妻缘尽，各自安好，愿众生皆解情执，自在如莲。或者如果你想为你那口子祈福，哪怕是冤家，你也写下来，愿化解我与他的累世冤结，从此一别两宽，或恩爱白头。好了，路漫漫其修远兮，愿你们在人生的下半场身体健康，灵魂自由。既然来了人间一趟，就别带着恨走。我们下期见。